我真的是 MBS Oboy 來的啊！来，你看，這是我的真跡來的。這裡哦，是我20年前每一天會走的路啊，因為從杭州 LRT 站走路下來過後啦，我會用這條加拉杭加巴，然後一路走來啊，去我的中學 Methodist Boys School 去上學了。哇，20年前的事情了。然後那時候這條路其實還蠻熱鬧的，不是現在這種熱鬧啊。那個時候熱鬧，除了好像我這些 MBS boy 之外，啊，這邊也是會有 VI boy 咯 ，Victoria Institutions 哦，然後還有尊孔讀中、尊孔國中啊，大家成群結隊這樣子啊，一直去上學、放學這樣子的啊，所以那個時候，哇，這一個就是充滿了我滿滿的青春回憶啊。如果不要從這個杭段 LRT station 下車的話啦，其實我們有時候也是會去到那個 Plaza Raya 站下車的。但是那個時候下 Plaza Raya 站的話呢，沒有現在這樣方便，因為我一定要經過繞進去那個啟松街啊、茨場街，然後走那些後面的小巷，經過那些木板屋，哇，很多草堆的啊，然後才來回到去學校。我帶你去看那個是什麼地方，走。就是這邊啦。如果我們從 Plaza Raya 站下車的話，經過啟松街，我們就會繞這些路，然後走回上去。其實啊，在這邊哦，有2所是超過100年的學校來的，意味着哦，這些學校是從英國佔領我們的時代啊，就已經留下來了的。你不要以為我這是開玩笑啊，我真的是 MBS Oboy 來的啊！來，你看，這是我的真跡來的，鐵的這一個很有紀念價值。不知道看到這一支視頻的同班同學，你們還有守着這一個校徽沒有呀？所以那個時候的那時候我的生活就是放學了過後，如果没有補習的話啦，我可能就會想着可以去哪裡玩，在西隆博士中心哦，要麼就是去茨場街咯。茨場街除了可以吃東西啊，我們可以去 CC 咯，Cyber Cafe， 然後再不就是去那些漫畫店煮漫畫。然後如果有點budget的話，哇，走路去到那個本家 Times Square 了，從這裡走去本家 Times Square 啊，年輕人就是體力旺盛。所以那個時候哦，在這裡啦，根本談不上什麼房地產的投資，沒有了，沒有這回事的。因為這一條路啦，基本上放學了過後就是安安靜靜的，沒有活動了的。呀，哪裡會想到在這邊會有投資房產的這一個機會？但是你看現在完全不一樣了。就在我以前每一天走的這條路的旁邊有一座小小的山丘，在這座山丘上面就建了全世界第2高、全東南亞第1高的大樓，那就是 Merdeka 118了。老實講啊，當我第一次站在這一座塔下面，要望上去看的時候，我是真的有被震撼到了，因為這一座塔啦，完全是改变了這一個老舊的學府區的面貌。它就簡直就是在這一個吉隆坡的財富版圖上哦，硬生生劃出一條全新的核心板塊。所以呢，在這一系列的視頻裡面呢，我將會用我的個人的視角來帶你們去看一看這個678.9米的巨塔後面的財富密碼。我來簡單講解一下這個 Merdeka 118塔的外觀設計啊，大家可以留意看哦，這一個大樓的線條設計啦，其實就是在向歷史致敬。它其實就是在模擬着當時1957年8月31日，我們的國父Tunku Abdul Rahman在舉手高喊 Merdeka 的那一瞬間。Merdeka！然後你可以看它這個大樓外牆的這一個鑽石切面哦，其實就在代表着我們大馬多元文化的融合。但是我覺得啦，這些其實不是為了情懷而做的。我相信啦，還可以這樣想，當一個國家最頂級的主權基金哦，願意花重金在這一個19英畝土地上打造一個擁有 Triple Platinum GBI 認證的超級 Master Plan， 其實它就是在釋放這一個極其強烈的信號的，那就是它將會在這一片土地上重新估值它的價值了。首先就是我們的金融界大佬，我們的馬來西亞市值最大的銀行 Maybank 啦，在這一個118塔還沒有蓋好的時候，他們已經敲鑼打鼓說，我們會把我們總部搬過來這一個118塔了，而且呢，他們還是拿下整33層樓的辦公業績。接着呢，就是華爾街的巨頭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。哇，原來哦，這個 Bank of America 哦，在馬來西亞已經超過60年了。OK， 他們之前也是宣布了會入駐這一座118的塔。你想一下，這一些跨國金融巨頭啊、國際銀行啊，他們的研究团隊哦，其實是最精明、最保守的。如果這裡沒有未來的話呢，他們還會願意花那麼大筆錢把他們的辦公室搬過來這裡嗎？哇，真的很美耶，今天。
不僅如此哦，我覺得投資者們更加不要忽略了，還有一個巨頭，那就是在這些銀行宣布進來運營之前哦，就已經還有一個巨頭進來運營了的，那就是 Park Hyatt Hotel 了。大家要知道啊，這可是全馬來西亞第一家 Park Hyatt Hotel， 而且它是直接霸佔了大樓頂樓的第100樓到第112層，是全球啊目前最高的 Park Hyatt Hotel 之一。Park Hyatt 是什麼概念呢？它是凱瑞集團最奢華、最頂尖的品牌，專門服務全球頂端的1%的富豪和高淨值人群。在房產界裡面呢，有一個很出名的名詞叫做酒店光環效應 （Hotel Halo Effect）。像 Park Hyatt 這種級別的酒店啊，它選地址的時候，就是會對周邊的消費水平、地段尊貴度的研究是極其苛刻的。那它的出現呢，就等於在用上了上億的資本，幫這一個地段蓋上了一個章，一個 chop 啊，就是這裡就是未來高消費、高溢價的人群聚集地了。所以你還覺得這裡是一個普通的老區嗎？哇，你看有3大頂級的巨頭在這裡同時打頭陣呢。加上它本身就是大馬數字科技樞紐 MD Nexus Hub， 這裡呢已經是成了名副其實、極具土地稀缺性的全新國際金融核心區了。它不一定是會取代 KLCC 或者是 TRX， 但是絕對會給聰明的投資者提供一個多出來、無可取代的頂級選擇了。這裡呢是我青春揮灑汗水的地方啊，走路來 MBA 上學的地方。但是今天呢，它已經是改变了全新的面貌了。它即將要变成另外一個可以講是一個新的爆發點的金融區啦。那如果你想要在這一個 Merdeka 118塔周邊搶先了解這一個投資的機會的話啦，不妨關注我，因為我接下來呢，我會出一系列的視頻，總共會有4集，會講解這整個地區的大環境啊。所以還沒有 subscribe 我的，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subscribe 我了都好，打開我的小鈴鐺，因為在接下來我這一系列的影片上映過後，你會第一時間收到。所以記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，我們下個video見了，拜拜。